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博。LPL 已经打了好几天的比赛，而今天 LCK 夏季赛也正式开始了。在比赛开始之前 ，LCK 的媒体也在进行各种采访和训练赛的一些相关爆料，其中就有采访到 T1 战队的监督 Pot。这个人之前在 MSI 决赛输掉之后，曾发表过令观众比较不满的言论，而在这次的采访中 Pot 是对 MSI 的那次采访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并且正式承认了 RNG 比他们更强，不管是 BO5 还是别的什么赛制都做得比 T1 更好。 Pot 在采访中坦言自己和队伍的选手都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也经历了比较沮丧的一段时期，过程中有在鼓励选手重新出发，选手们也慢慢的好了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加油，争取打好未来的比赛，正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之后媒体询问了关于 MSI 赛后采访的事情， Pot 曾经表示输掉决赛是因为没能拿到3次蓝色方，这个采访被外界批评为缺乏对对手的尊重。Pot 坦言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认为获胜的一方是因为有做得更好的部分才能获胜，这是基本的前提。在那次采访中，因为是很多人一起想要简短的回答问题，然后就说出了那样的话，省略了对手比我们打得更好，我们的表现不如对方的部分，就没有传达出自己的本意。Pot 说蓝色方是其中一个影响到决赛的因素，但是 T1 还有很多其他失利的原因，很多部分没有做好，包括状态管理、BP 和游戏内的战术执行等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输了。 Pot 解释了自己的那个采访之后，又表示说 T1 和 LPL 的队伍训练过很多， LPL 现在确实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中韩赛区的差距不大，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赶上 LPL 赛区。然后媒体又说很多 LCK 的电竞人建议 LCK 增加 BO5 的数量，以此提升战队的 BO5 能力。 Pot 认为 LCK 的这几支战队其实都有丰富的 BO5 经验，我们输了不是因为在 BO5 弱，只是弱而已。这个 Pot 的采访可以说是彻底承认了 MSI 的失败，并且承认差距，这是作为失败者应该做的。到目前为止 T1 已经有很多人承认了与 RNG 或 LPL 赛区的差距，之前 T1 的老板就曾在 Pot 和 Faker 采访引发争议的时候出面承认了 RNG 更强的事实，如今只差 Faker 了。因为在 MSI 赛后采访中，除了 Pot 的采访之外， Faker 也不愿意承认 RNG 的选手打得好，而且 Faker 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习惯。之前几次采访观众们或许还可以理解，但是这次 LCK 的观众都很生气， Faker 的舆论评价也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未来 Faker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被问到相关问题，到时候他的回答就变得很重要。 Pot 这次的采访，阿博认为大体上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其中关于赛后采访解释的那个部分，站在观众角度上会觉得有些牵强。作为一个教练，他应该能明白在采访阶段省略关键的语句会造成的歧义，而且是在已经说出没有拿到蓝色方是失利的主要原因的那个前提之下。阿博认为当时 Pot 可能处于一个失败之后不太能接受，心态受影响，甚至比较烦躁的情况，导致在当下他就说出了那样的话，事后才发现这种言论会造成对战队来说很不利的影响，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回答方式。之后想办法在采访中进行补救，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去面对失败。很多时候人们在失败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会被无法接受失败的心态所影响，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就容易出现气急败坏，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输不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说出带有争议性的言论会让自己和战队承受更多负面的东西。阿博认为作为职业选手或者职业战队的从业人员，虽然说很难，但要提前做好失败的准备，如何做到坦然地面对失败，或者说掩盖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给观众们留下好的印象，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LCK 的夏季赛也于今日开打了，而且随着 Newgree 回到 DK， 摆在很多人面前的一个话题就是
如今冠军上中野重组，会对 T1 目前的地位产生影响吗？在夏季赛开赛前 ，LCK 举办了一次媒体日活动，在活动中，多家队伍都将 DK 设为夏季赛最有希望夺冠的队伍。Faker 本人也将 Showmaker 定为夏季赛最值得关注的对手。之所以会这样，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Newgreen 的回归，并且从最近的 rank 数据来看。Newgreen、堪用以及 Showmaker 都在韩服打出了不错的成绩，堪用现在稳居韩服第2 ，Showmaker 也是2个号都进入了前20。Newgreen 目前排名第44。Newgreen 在2022年世界赛夺冠后就离队加入了 FPX， 但整个2021年，无论是对于 FPX 还是 Newgreen 本人来说，都是充满遗憾的一年。春季常规赛11胜5负的战绩略显低迷，但在季后赛中获得亚军。在夏季联赛中，他们以13-3获得第1，决赛中以1-3负于 EDG， 再度获得亚军。虽然连续3年进入世界赛，但世界赛也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去年作为世界赛有力竞争者的 FPX 未能晋级8强。Newgreen 与 FPX 的合同终止之后，就是大家知道的 Newgreen 因压力太大宣布休息。在之前的采访里，他也透露，休息那段时间曾一度想要退役，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赛场。曾经的上中野回归，对于 DK 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意味着默契3人组的回归，更加重要的意义是 DK 此前一度很强的上路打法回归。春季赛的时候 ，DK 因为上路太弱，只能采用保中下的打法。堪用是既当爹又当妈，居然累出了一个春季赛 POG 第1名。Newgreen 回来了。DK 的打法将更加侧重在上半区，加上如今版本传统法师的再度崛起 ，Showmaker 应该也能一改春季赛的颓废。至于 DK 的下路，其实更多的时候只要稳住不送就行。然而对于 DK 来说 ，T1 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队伍。虽然在此前 MSI 上暴露出了下路小吕布这个漏洞，但在 LCK 整个赛区的强度下，小吕布依然是排名靠前的 ADC。加上 T1 本就很强势的上野组合，所以 DK 想要击破 T1 并非易事，所以 DK 必须从中路 Faker 这个点作为突破口，瓦解 Faker 对于边线的支援，而这方面就要看 Showmaker 的发挥了。所以整体来看，阿博觉得 DK 短期内依然无法突破 T1，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第2轮或许可以。你们觉得呢？一个好的联赛绝对不该出现一支战队独强的情况，只有强队很多，大家相互竞争才能不断进步。所以期待 LCK 夏季赛正式开始后各大战队和选手的表现吧。